你說感覺事情要大條，其實是在5月底6月初嘛，這時候嗎？這個時候就怪怪的。這個時候，5月已經夠怪了，21，一直創新高。对，一直創新高有2個跡象，第一個是所有的空頭都會說這已經是高點了，沒錯。然後所有的多頭會覺得已經這麼高了，我還不要買，沒錯。那通常這個時候就是我很在意的時候，可能有大行情發生。空頭的人會在這邊放空你縱觀所有的股市都是在這個時候，所有放空的人都會在這邊去逆勢去空。對。多頭的人一定不敢買，所以這個時候其實縱觀股市，這個時候都容易有大行情，所以我在這個時候開始覺得怪怪的。這時候覺得怪怪的，我開始覺得這一根的長紅是多頭訊號。但是在你的單子那時候交割單來看來，前面其實累積的部位並不多，應該是說願意留倉的部位並不多，而且看起來是有點像在做當沖這件事情。大家可能搞錯一件事情了，就是我在做當沖的，我的買點都是當沖的買點，但是我的當沖是為了做波段而存在。我不鼓勵當沖，我以前也不太願意當沖，可是我的買點絕對是用當沖的短線去買。OK， 買到了以後要不要賣，這是我跟當沖者最大的差異。當沖者會到一定的利潤就把它賣掉啊，對，會設一定的點數。那我是做波段的，所以我的心態是為了要建部位。我當天的單子有獲利，我就留着，把它變成波段單。OK， 我當天的單子如果賺的不夠多，我覺得跳空200點會讓我承受過多的風險，我就出掉。所以其實你是在抓當天的低點，會想要去建部位，但是考量在風險考量下，你可能又會判斷當天的當日行情或最近的行情，選擇要不要留倉，這樣。判斷當日的行情有沒有大行情，我會進場。進場後，如果我的利潤足夠，我就留倉。所以很多人不曉得，他們在問我波段混合當沖，其實是這個意思。OK。其實我不是混合當沖，我不是故意在當天做當沖。我永遠是在當日的低點去做買點。賺很多我就留倉。賺不夠，那個單子看起來就很像當沖，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就是長這樣子。我沒有故意去做短線的獲利。所以前面這裡這個行情，其實我看起來覺得很不好做。因為它上上下下的，這種開高壓低，開高又壓低，跳空，又跳空回來，上上下下長達一個月。你有發現以前的行情比現在亂？非常亂。以前的行情比較亂，但一噴出就隨便就噴出了。對，所以我們很習慣，但是其實亂點數也沒有多少啦，50點、70點還可以接受。對，這個點數沒有什麼。所以在這段期間，其實你在做，你有特別做什麼功課嗎？去讓自己做很多功課，因為前面已經賺到一些波段了。那我又懷疑這是一個大行情。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趁這個機會學習，因為我感覺這邊要有大行情，我生怕我的知識不夠處理這個行情。你有說過你有曾經把自己熒幕錄影是在這時候？熒幕錄影就是這個時候，因為這個地方上上下下會讓你有一點煩躁。因為我剛剛說過，像我這邊建部位，這邊低點建部位，建完沒有利潤我就不留倉。對。隔2天，應該是5月3號，低點建完部位，然後呢尾盤拉上來留下影線嘛。是。像這個我就會留一點，我可能買2口，然後拉上來就留1口。我就是一直這樣子去吃行情的豆腐。那這種說實在，這種短線交易會讓你很煩躁，蠻累，很累，所以你會下錯單。对。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單子裡面，其實我認為有1/3是我心態不穩下的單。是，我不是很確定我去下的單。那這個都很正常，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完全避免這件事情。對，尤其剛開始。所以我在這個時候會做那個所謂的熒幕錄影，就是說，我想知道我自己什麼時候會犯這些很奇怪的錯誤。在大行情來之後，不要再犯一樣的，不要再犯了，因為大行情來了。而且我有可能再繼續犯這個錯誤，我在這邊就被洗掉了。對，我可能可以見到4口、5口、6口、7口、15口，但是我因為犯這些錯，我只能見11口。大家，你覺得差4口沒有差很多，差了1/3。對，因為我後面還會拿利潤下來疊嘛。對，差一點點就差很多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6月初之後，其實你願意留倉的筆數口數了，已經在單上來說已經是變得蠻多的了，快要2位數了嘛。对，你的策略，你的心態是什麼？行情強勢，對，
跟利潤增加，都會導致策略不一樣。我們就且戰且走。那尤其是在6月1號、5月31號這邊，在技術分析上，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強烈的多頭訊號。它是一個我把它叫做極端走勢。極端走勢。前一天開高走低，隔天跳空開高直接拉過去。這個是一個技術分析上對我來講的確認，更不要講它前面已經是一個震盪向上，就是一個本來就等待噴出的時候。其實，在技術分析上，在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已經認為要漲，我甚至認為這一天開始就要噴了。當下有覺得，當下覺得就是要發動了。那其實也是往上走了。對，但它也不是馬上。所以這技術分析上的考量會影響我的策略。再来就是利潤我還是覺得大家在操作的時候要把握一個原則，有賺的錢拿來加嘛。例如我們前面的口數，你看到是一口這樣加，一口到，對。那累積到3口、4口之後，我可能就是以2口1個單位來加。OK。那到這邊其實你看到單子上已經是將近雙位數口數，甚至超過。所以我不排除每次打進去就是4口。這個是第2階段，第1階段是非常冒險的，因為我不確定行情，所以我的單子特別少。這邊我有一點確認行情，而且我也有賺錢。我開始放大我的風險，其實這裡風險是稍大一點點。所以還是以當天的低點會把4口，像如果放大口數，我不會一次打4口，我可能會拆成好幾個部分打。OK。我可能當天一樣嘛，你看單子知道，當天我可能打到7口8口，对，会打。我就把3、4口全部清掉，只留4口，甚至只留3口。OK。如果賺的不夠多，我就只留1口2口，那沒有關係，因為我還是要嚴防一件事情，跳空300點。整段行情在回顧台股的歷史上，如果會上漲1000點、2000點、3000點行情，其實都是蠻順暢的。其實跳空300點以上、300、400點的回檔是不多的。那我的風險控管很簡單，如果出現跳空350點，我就當做都沒賺錢。OK。但我剛強調的是跳空，跳空就是我閃都沒得閃。一開盤就直接對。那如果是慢慢下跌的，我的風險控管，我其實這些口數的控制，你看我這麼保守，其實根本都不是為了怕連續價格的下跌，就是你從頭開盤殺到尾盤，這個我是不怕的。因為可以我有時間走掉。對，我會這麼保守，是因為跳空。我怕就是這樣。我比照的是2004年319槍擊案。OK。第一個300-400點的跳空出現，我該怎麼辦？第2個，直接開盤跌停，我該怎麼辦？如果我可以接受，我就這樣操作，就繼續打。就是在這一個區域，其實已經來到雙位數了。對，就願意留倉的已經到雙位數。對。那當時我們一起在做這件事情的人，大家最過不去的就是有的人技術分析很強。那時候我剛進市場沒有很久。我記得印象深刻是有一個醫生，馬偕醫院的醫生。那他的技術分析其實是公認裡面是最好的，他所有長中短線都一目了然，但他卻沒有辦法去持有這個單子，他在高點就出掉了。那回頭一看，他其實常常出的是對的，可是他沒部位了，我到現在還有部位。OK。那他的單子也下不大，因為他當沖的人，他的心態有點像是每一筆都是一個新的開始。對，可是我不是啊，我是每一個波段是新的開始，所以我現在還是在同一個倉位裡面玩。OK。所以他當時已經追不回來了，很難追回來。我認為很難追回來，就像做手回憶錄講的，老手白嘛。現在是多頭市場，不要賣股票。即便是花了那麼多時間研究技術分析，然後有這麼多突破，看起來就是要發動。對。但是實際上就是找不到什麼蛛絲馬跡告訴你，就是 right now 的那個概念是沒有辦法。我覺得我講不預測是體現在這件事情上面。那你會發現一件事，這不預測對績效有沒有什麼很大影響？是沒有影響，是沒有影響。那這邊迎來了2根，直接是開高跳空的。那這邊那時候心情是緊張的嗎？你說我的心情嗎？我的心情是我一定要賺到這一波，然後我外面一堆口數，我要怎麼把它打進去？我開始去調整，大幅調整我放大口數的比例。本來是11，然後再來是22。現在可能剛剛前面已經到4或6了。這裡我都有可能一次都打5口10口進去。所以這裡我預期會是放大口數的超級關鍵期。
還沒加入臉書社團的戰友們，可以在臉書搜尋 JG 說真的一流股市力，裡面有很乾淨的股市資訊，更有我多年來的交易心得分享，也有一系列我為大家打造的股市學習單元。那我覺得，無論你是股市老手還是新手，我都很有自信，你們會在裡面見到不一樣的股市思維。我期待能在社團跟大夥有更深層的股市對話。我是 JG。